没错，我去点了痣，可以发现我脸上的3颗痣没有了，但其实我全身一共点了5颗。拿到账单我真的吓到，平均1颗痣要1100美金。美国的皮肤科真的很好赚，我们看看它到底值不值得这个价钱，医生到底做了什么要这么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穆迪，欢迎回来频道，和我一起科学护肤，理性种草。我的频道会分享和皮肤有关的所有资讯。这次是亲身当了小白鼠，体验一下美国点痣流程都是怎样的。我点痣主要原因呢，一个是我觉得脸上这3颗痣对于我来说，在视频上面看起来太明显了。一个是为了美想把它去掉，还有一个是其中1颗痣呢，它是比较凸起、比较大的，经常是长毛。我把那个毛发拔掉之后，它还是会长出来。我有点害怕它皮肤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，会不会是皮肤癌的前兆啊这些，所以我想去检查一下，顺便把它切掉。这里要说一下，如果你的痣是比较不规则形状的，不是边缘圆滑的，并且随着时间它会变大或者形状会变化的话，一定要及时看医生，要去做切片，要去做病理的检查，看有没有发生皮肤癌啊、黑色素瘤等等。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，我们一定要照顾好它。然后呢，看医生呢，其实我看了2个皮肤科医生，但第一个就很不负责任，那个医生就直接跟我说，你这个没有什么问题，就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，而且他也不建议去切掉这个痣，他说切掉以后可能会留疤，弊大于利，这是他这么认为的。那我听到他说这个，我就没有再跟他说我身体上其他的一些痣了，因为我其实很想点的是我肩膀这个位置，它有一个痣正好是在我的内衣肩带的部分，然后经常会摩擦，会很疼嘛。但我看他那个态度，我就不想再找他去点痣了。我说好吧，那我就今天先不点了，我再观察一下痣有没有发生变化，随便搪塞一下。我说你给我开一个 A 酸吧，我想护肤一下，顺便多开了一瓶 A 酸，然后就走了。美国皮肤科医生的钱太好赚了，他们光要门诊，就他什么都不干，他就见你一面就要350美金，然后他跟你所谓的治疗，也就是所谓的问候你几句，看看你的皮肤哪里有什么问题，就又要60-70美金，所以400刀在短短的20分钟内就花掉了。当然美国保险有一些 deductible 啊之类的，所以每个人最后付的价钱是不一样的，但本身这个价格就是这么贵。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就很可怕，而且他真的什么都没有做，他就是过去看你一眼就走了。但我不死心，我就一定要把脸上的这个痣给点掉，我就又换了医生，同样的医院。这医院在我们圣地亚哥是还比较有名的，是 Scripps， 应该是圣地亚哥排名第1的医院了，我生孩子也都是在那里的。我找的这个医生呢，我当时看他的 review， 很多人说他点痣很快，就他专门好像是做这个方向的，所以他就属于那种二话不说帮你点的那一类人，他不会去想什么后果可能这也是一个弊端吧，就有利有弊嘛。我说那好，我就想点痣，我不想听他说一大堆废话。好，那我进去以后，医生大概看了一下，说你这个可以点脸上这都可以点。我最 concern 我的位置就是我肩膀上这颗比较凸起的一个很大的痣，因为它总是滑到我的手，我穿衣服的时候也会滑到我的内衣，就很不舒服。然后他就都给我点了其实我是去了2次因为他一次只能点2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是这医生还是他们医院的规定他就不可以一次点太多，可能时间限制，所以我去了2次他的 office。那第1次是点脸，第2次是脸上另一颗加上肩膀这一颗，还有我腿上有一个凸起的白色红色的痣，他用的冷冻的方法帮我点的。如果你在皮肤科诊所的话，一般是有2种，一个是手术切除，还有是刮片切除。那如果手术切除呢，就比如说你痣特别大呀或者很深的话，它也会有一种方法，然后帮你缝合，就切完以后去缝合。然后手术切片呢，是直接把表面的切掉，比如凸起或者表皮层的痣切掉，然后去做活检，去做病理，看它有没有癌变的可能。然后它是用 cautery， 是电烧灼烧一种，把表面烧一下它就止血了，所以它不会那种哗哗的流血。我当时也是
感觉他切完之后，他用了一个笔去烧了一下周围的皮肤，当时是会黑一圈的，然后到时候结痂之后，那黑就一起的慢慢弄掉了。像这种呢，这种刮片，然后再用 cautery 这种电烧法呢，它是不需要缝合的，它是比较浅层皮肤。之前是会注射麻醉的，所以你每一个痣它是用针给你注射麻醉药进去，所以当它切的时候，你是不会感到任何疼痛的，只会可能有点辣辣的感觉。术后的话可能会有点疼啊，尤其到晚上，感觉那种皮肤有灼烧感。尤其在我比较大的痣，比如说我肩膀这个位置，还有我的脸上这种凸起的位置，你会感觉辣辣的、刺刺的，千万不要碰。它点完痣之后会给你涂上凡士林，然后贴上一个创口贴，以免伤口感染。基本前3天或者说前1周吧，你都要做好保湿，然后贴上你的 Band-Aid， 保持湿润是更不容易留疤的。之后创伤伤口愈合也会快一些。但有其中一个，因为它比较深嘛，它后来那个痣就有点复发了。然后我正好第2次去诊所的时候，他就把后面那剩下一点黑又给我切掉了。所以如果切片第1次不成功的话，你还可以再回去重新再切一次，因为第1次如果你切太深的话，对皮肤也是伤害嘛。所以它切2次，其实创伤是更小的。那有人问为什么不用激光呢？那激光其实在皮肤科诊所里面是不使用的，皮肤科它有专门一个诊所，然后同一层它有一个医美的部门。如果你想去激光呢，你就不能找这个皮肤科医生了，他会给你 refer 到专门做激光的医生那里去。但其实激光我有查也问过医生，他说激光尤其在我比较大的这种痣的上面是很容易再返回来的，就痣还会再长出来。而且最重要一点，切除它是可以去做病理的嘛，你可以去做 biopsy。你切片活检之后，可以看这个皮肤是否有癌变，是否存在黑色素瘤，可以看它的健康状况的。但如果你是激光的话呢，你就没有办法看嘛。它万一是有点不好的皮肤组织的话，那样的话会更刺激它，是非常危险的。所以你去皮肤科医生呢，他会帮你诊断说你这个到底是激光比较好啊，还是切片比较好。非常小的比较浅层的激光肯定是创伤更小的。那原来呢，这几颗痣都是黑黑的，还蛮大的，有2颗是凸起的，现在基本就是红色的印记了。医生说大概需要1年，慢慢的等它的疤长平，然后慢慢的红褪去。看我肩膀这个比较大的痣呢，我觉得痂大概结了1周多吧，快2周的样子，那个痂掉了2次，现在皮肤才变成肉色的。那我脸上这比较浅的位置呢，基本1周痂就掉了。痂掉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 Scar Gel 去疤的疤痕胶。我用的这个我觉得超级好用啊，它主要成分就是硅酮 silicone， 它是那种黏黏的感觉，非常的黏，它贴在皮肤上就涂在皮肤上就保持皮肤的水分，促进疤痕的软化和成熟，也会减少疤痕增生，所以你疤痕上面不会说凸起的一条。就如果你是缝线的那种像我儿子最近不是把眉毛磕了嘛，然后我给他涂那疤痕胶，任何留疤的位置它不会凸起，就它会减少疤痕增生，只有硅酮可以达到这个效果。我选的这也是没有香料，没有任何刺激，也不含任何精油的，特别好用的 Scar Away。 它很小一支盒子超大，但里面的内容物非常小，只有10克吧。就硅酮的这些疤痕胶都是算价格比较偏贵的，因为它确实去疤痕的能力很好。那总体来说呢，这几颗痣现在做完以后，我感觉效果还是不错的，至少远处上看确实是没有痣了。然后红色印记呢，我用化妆品，我用粉底液、遮瑕膏都是可以遮掉的。但它平均1颗算下来真的很贵。就比如说你把像我脸上这颗痣或者肩膀这个痣，它去切片之后再做病理，这个价格就要$500，然后医生帮你做手术嘛，就帮你切掉，帮你烧一下呀，这个价格也要$600，所以平均1颗痣是要1000多刀的。如果你保险比较好的话，它可能会付1半，然后你自己再付1半，那价格也很贵啊。切片是一定要做病理的，不能说我切完以后我什么都不看，医生一定要看你这个
它的痣的活跃性怎么样，在你复查的时候，它才知道下一步要给你做什么嘛。你不能说我只切除不去做活检是不行的。以上都是我亲身经历点痣的分享嘛，但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不要轻易在美国点痣。如果你遇到一个不负责任的医生，首先他不会给你点，像我遇到第一个医生嘛。第二，他不太在乎你美观，你术后的伤口大小啊什么，他不太会在乎的，他就是把你点掉就好了。你去皮肤科医生，你就感觉他们很随意，就不是那种很认真负责的态度。我不知道所有的皮肤科医生是不是都这样，但我这几年啊已经看过挺多皮肤科医生了，包括开 A 酸什么的，他们都是那种进来跟你说两句话就走，就不太 care 你身体的状况，你皮肤的状况的，而且价格又这么高。如果你真的是想做激光的话，价格就更高了，一颗也都是要400-500美金，就很小一颗哦，点一次都要400-500美金，这个价格在国内都可以做全脸了，或者全身，至少不止一颗痣吧。这种切片啊，这些都是保险会包的，但如果你要去做激光，去做为了美观，这些一般来说都是保险不 cover 的。但这也取决你保险公司怎么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为了美观 cosmetic 还是为了病，完全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。继续和大家分享，我看皮肤科医生看了一个比较尴尬的病，俗称火疖子，就你皮肤某一处因为毛囊发炎造成那种红肿、热、痛、发痒的情况。那我当时是在大腿内侧，也是比较尴尬的一个位置，就是鼓成一个还蛮大的一个包的。火疖子主要发生在比如炎热的夏天呀、潮湿多汗的时候，假设你清洁不到位之类的，或者你去健身，比如你没有马上去擦汗，看起来可能像痘痘，但其实不是，它是毛囊发炎引起的。那它感染的病因呢是里面有金黄色葡萄球菌，所以你需要用抗生素一类的东西去帮助它消炎杀菌。那我开始不懂嘛，我有在网上查呀，有些人说用这个鱼食指软膏它的味道超级难闻，颜色是那种深绿棕黑色的味道也很难闻。我在网上查，人家说这个可以去治疗火疖子嘛，但我涂上就是没有用。后来我才发现它是干嘛用的，它是帮你催熟那个疖子用的，它并不是说帮你杀菌，它是防腐，主要是防腐消肿的药。如果你那个疖子里面是有囊肿，你想让它破那个白头，想把那个脓挤出来的时候，你提前用它可以。但如果它里面没有脓，它就是干干的一个肿块的话，你用它是没有用的。然后医生说你一定要用外用抗生素的药，就是这个专门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莫匹罗星软膏。它因为是抗生素嘛，在美国这边是处方药，但在国内是可以直接买到的，名字叫百多邦，药店也是很便宜啊，几十块钱。但这边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，这支大概要20-30美金。大家记着回国多备一点百多邦。那它就是专门是治疗火疖子，帮你消炎消肿的。我用上以后第3天那个肿就消下去一半，像我之前已经等了1个多月，那个肿都没有消。我就想让它自己愈合嘛，因为火疖子很多时候是可以自愈的，但那个就是比较顽固。莫匹罗星才是专门治疗火疖子，治疗你的毛囊发炎的，就大肿块的，它是帮你消下去的。但如果里面是有脓的话，像我刚才说，你可以先用这个鱼食指软膏，然后把那个脓挤出来，如果它破了挤出来之后，再涂这个百多邦，它们俩就是治疗火疖子的对症药。好，希望以上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。所谓久病成医，自己看病多了，自然就有经验了。好，谢谢你收看，不要忘记订阅、点赞、关注我频道哦。全网都可以找到我，小红书、Instagram。经常打折的一些东西呢，我都会去先PO测评给大家。我们下期见，拜。